据路透社里斯本报道，葡萄牙议会16日通过接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就在4个月前，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瑞典加入北约将对北欧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造成重大损害，俄方将被迫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大家都知道，瑞典一直都是中立国，它为什么要加入北约呢？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对俄罗斯一贯的认知就是扩张，所以瑞典对俄罗斯并不放心。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让瑞典有了危机感。其次，加入北约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好处，有了北约这个保护伞，瑞典就不需要太多军队，可以把省下来的军费发展本国的经济。瑞典也想成为经济强大的国家。要知道，自从瑞典宣布中立国之后，能在2次世界大战中独善其身，肯定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且国防军工实力就不容小觑。比如之前瑞典的萨博35的战斗机，在当时的表现就格外抢眼，其性能也十分强大，甚至领先于俄美，当时被称为守护北欧天空的一条巨龙。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萨博35战斗机。萨博35战斗机及 J35 龙战斗机是瑞典萨博集团研制的多用途超音速战斗机，也是世界上首次运用双三角形机翼布局用于机体设计的全天候多用途战机，可执行截击、对地攻击、照相侦察等多种任务。这款战机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呢？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瑞典在研发武器方面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随着飞机的复杂性和性能迅速发展，新设计的飞机往往几年内就过时了。1949年，应瑞典皇家空军委员会提出的要求，萨博公司开始进行代号项目1200的新机研究，计划取代萨博29战斗机。虽然萨博29战斗机服役时间不长，但由于各航空大国的新型喷气战斗机层出不穷，其性能已经开始落伍。瑞典皇家空军对新机的具体要求是可以拦截高空高速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不得低于 1.4 马赫。除了可以使用瑞典现有的机场外，还要具备公路起降能力，也就是说，要能够使用临时加固的公路简易跑道。这也是瑞典皇家空军第一次对战斗机起降性能提出如此要求。毕竟这个时期的局势不同了，前苏联锋芒毕露的攻击力使瑞典人没有幻想能顶住其第一波次进攻，因此在机场遭突然袭击而被摧毁后，战斗机的公路起飞性能就显得格外重要。此外，还要求新机的构造不能过于复杂，易于维护，价格低廉，操纵简单。总之就是要求在战时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保持战斗力，一切的设计要围绕恶劣的战争环境。这是瑞典皇家空军第一次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但也说明其对萨博的飞机研制能力充满信心。萨博的工程师们为了满足飞机的速度要求，一致同意采用无尾三角翼的气动布局，而且机翼后掠角达到70度。后来经过详细论证，机翼设计改为双三角翼结构，后掠角达到80度的那段机翼采用大厚度翼身融合设计，为容纳燃油和主起落架提供了宽敞的空间。外翼段为博弈型的小型三角翼，前缘后掠角57度。外翼段这样的设计有利于改善低速性能和缩短起降距离，同时保留高速飞行时的低阻特性。不仅机翼后掠角大得惊人，垂直尾翼的后掠角也不含糊，惊世骇俗的机翼和垂尾使这架飞机的外形十分前卫。要知道，在这以前还没有人设计过这样的无尾双三角翼飞机。1955年，萨博35的原型机首飞成功，共制造了3架原型机。值得一提的是，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能够做出眼镜蛇动作的喷射式战斗机。与萨博35龙同时代采用无尾三角翼设计的战斗机还有美国的 F-102截击机，但对于美国空军来说，这款总产量过1000架的截击机并不成功，其最大速度只有 1.25 马赫，巡航速度不过 0.8 马赫，没过多久就被淘汰。截止1973年，瑞典空军共装备了589架萨博35，另外出口到丹麦51架和芬兰12架。萨博35龙采用悬臂双三角中单翼，内翼前缘后掠角80度，外翼前缘后掠角57度，展弦比 1.77， 相对厚度 5%， 全金属结构，内翼与机身结合成一整体，外翼段用螺栓与内翼连接，可以卸下以便运输。机翼上大量应用胶内件，包括外机大梁、外翼操纵面、机翼的层板、加强蒙皮和蜂窝壁板。后缘升降寡翼分为3段，内侧1段，外侧2段无襟翼。萨博35战斗机
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结构，分为前后两段，用螺栓连接。前机身与内翼段为一整体，后机身上下侧各自有一块减速板。机身的背鳍和部分隔框为交接结构。萨博35战斗机没有安装平尾，有三角形垂直安定面和方向舵，所有操纵面均用2个串联的液压作动筒操纵，有3轴增稳系统。起落架为可收放前3点起落架，液压操纵。前轮向前收，主轮向外侧收起。有双盘刹车和防滑装逆，还有2个可收放的尾轮，减速伞装在机身上的整流罩内，有着陆钩。萨博35战斗机安装一台 RM6C 加力涡喷发动机，最大推力 56.84千牛，加力推力 78.4千牛。D 型内部载油量2760升， F 型内部载油量为4000升。翼下合机身下可悬挂副油箱，总载油量7500升。萨博 35XD 的总载油量可达9000升，转场时还可在机炮舱内装燃油箱。萨博35战斗机安装有9个外挂架，可以挂载4枚响尾蛇或苍鹰空对空导弹、火箭、空对地导弹、炸弹。此外，安有1门30毫米阿登机炮。侦察型可安装光学或红外照相侦察设备。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性能数据。成员1-2人，长度15.35米，翼展9.42米，高度3.89米，机翼面积49.2平方米。机翼后掠角80度，机翼展弦比1.77，机翼相对厚度5%，主轮距2.7米，前主轮距4米，空重8250公斤，正常起飞重量109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12270公斤。动力系统：一台 RM6C 加力涡喷发动机，推力56.84千牛，最高飞行速度2.0马赫，巡航速度0.9马赫，最大载弹量2900公斤。萨博35战斗机的衍生型号有 J35A、J35B、J35D、S35E、J35FJ 等型号。从60年代到70年代，萨博35龙系列战机在瑞典皇家空军保持了一份不错的服役记录，直到80年代萨博37雷的出现，萨博35龙才开始逐渐淡出江湖。虽然瑞典只是欧洲的一个小国，但它从来不进口武器。瑞典接触工业革命早，而且自己有强悍的军工实力，一直以来走的都是自给自足的道路，一直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这也是瑞典宣布中立后，其他国家不敢招惹它的主要原因。瑞典除了战斗机，在火炮、战舰、潜艇、坦克方面也都要很深的造诣。感谢观看，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请点赞订阅我，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